今天说说巴哈马。巴哈马我们之前做了一期基本信息视频，但是巴哈马不光对大陆普通护照免签，而且巴哈马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美洲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加拿大。旅游业和金融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船舶服务业是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于2020年10月推出，也是第一批邀请全球远程工作者的长期签证之一。该计划被称为巴哈马长期访问旅行住宿 BITS， 为想去巴哈马度过长达1年的数字游民开放了边境。学生和远程工作者都可以申请这个签证。什么是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的正式名称为巴哈马延期访问旅行停留，允许远程工作者在加勒比国家生活和工作长达1年。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喜欢这样的签证，这种形式的签证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受各国政府欢迎，并迎合了在家工作新民族。如果你可以在家工作，为什么不让家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在加勒比海，很多国家包括库拉索岛、安圭拉岛、安提瓜和巴布达在内的加勒比国家都推出了远程工作签证，每个国家都提供类似的标准。首先说说为什么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比旅游签证更好。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与传统旅游签证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它允许您停留的时间。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最多可以在巴哈马停留90天。凭借数字游牧签证，远程工作人员可以在巴哈马生活和工作最多1年，是旅游签证停留时间的4倍。尽管允许长期居留，但远程工作人员无需在该国缴纳额外的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申请人可以与家人一起前往巴哈马，但每人需支付额外的签证费。那么如何申请这个签证呢？申请巴哈马数字游牧签证是一个快速、简单的过程，可以完全在线完成。一旦获得批准，申请人需要支付签证费。学习游牧签证将产生每位申请人的签证费为500美元，工作游牧签证价格为1000美元，每位家属需额外付费500美元。一旦获得批准，还将额外收取25美元作为签证制作费。成功付款后，申请人将收到一个确认二维码，必须在抵达巴哈马时出示该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允许你在全国各地旅行。为什么选择巴哈马作为您的下一次远程工作目的地？巴哈马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滩爱好者的目的地之一。现在，随着数字游牧签证的推出，数字游牧民可以花长达1年的时间探索加勒比天堂的所有岛屿，从拿骚到天堂岛，每个地方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有独特的传统、迷人的故事和有趣的人。巴哈马的远程工作文化。巴哈马为寻求可靠服务的远程工作者提供加勒比地区最发达的基础设施之一，包括在偏远岛屿环境中可以提供足够强的信号覆盖范围。除了各种各样的咖啡店和咖啡馆外，巴哈马还拥有一系列高品质的联合办公空间，例如位于拿骚岛的 Intius， 这个联合空间办公区域非常受游牧民族欢迎。说说巴哈马的生活费用和生活质量。巴哈马的生活成本是远程工作较昂贵的目的地之一。据估计，该国的生活成本比美国高出27%以上，而出租房产平均比美国同等房产低17%。最终，个人游牧民族每月应支付约1300美元不含租金，而4口之家每月应支付约4500美元不含租金。巴哈马的生活质量被评为中等。据估计，该国在气候指数、交通通勤时间和房价收入比方面表现良好。缺点是，该国因生活成本高和购买力低而不算特别好的目的地。关于巴哈马的医疗保健，近年来，巴哈马的医疗保健服务得到了显著改善。最后要说的是，作为加勒比地区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巴哈马迅速抓住机会，向全球远程工作者提供数字游牧签证。通过快速、简单且完全在线的申请流程，只需5天即可获得巴哈马远程工作签证。因为算是早期的数字签证，签证费还是很高，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廉价的数字游牧签证。